因为 FB 删除了我每2年才会用一次网志功能，然后我投的4个履历比我往水沟投的石头还要安静，它连砰一声都没有发出来，所以就只好来做个影片讲解一下最新的 Guild Guide 动画。这是一部充满了火柴人社群情怀，致敬那些动画家与他们旧作的一部影片。我的充满是真的非常多，所以我不可能每个 reference 都讲到。但至少讲几个我觉得值得一提或影片剧情中的关键点和角色情绪，希望能帮各位更了解这部充满情感的作品背后的象征意义。但我会包含剧透，所以就还请观看原片再前进。我甚至会说，你去把整个 Guild Guide 系列看完再来这边吧。你知道吗？这还不够，去 YouTube 查 RHG， 然后开始补这个叫火柴人动画的番吧。现在还来得及。等你能讲出10个 RHG 的角色的名字，你才有资格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你还有5秒 ，Go get off my sight, get out, go, just go, get the fuck。动画刚开始，一个稀有的长发火柴人被打倒在地，他看到眼上方的雕像，微笑了一下。原来他现在面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RHG 创始人 Andre。之后他要 Andre 打在自己的胸口上，让自己光荣战死，但对方并不理会，只是把雕像摧毁后，就满不在意的走进了竞技场内，留下一脸错愕的长发柴，眼里闪耀着一颗血色的水滴。Andre 走进竞技场后，就马上意识到掉在地上的画笔，这里就衔接上了 Story 6的结尾。接着便是 Guild Guide 登场，他随着将自己的画笔吹飞的风向，找到这座竞技场。他走过了一个充斥大量壁画和雕像的走廊，这里基本上就是一个大量的背景致敬，几个标志性的人物被刻成雕像纪念。Guild Guide 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第一次看他们战斗时的震撼，就跟我一样。当他走进竞技场内后，他注意到了身旁有另一位观光客。僵尸神通 Boy Arzon by Hanif Animations。稍微讲一下 Hanif， 他最早的 Dojo Duo 可以追溯到2015年，其实算是有一定资历了，但仍然可以算是比较新时代的火柴人动画家。如果跟这部动画其他2位比的话 ，He's just a kid。这边就是2人的一点小互动，模仿一下过去的传奇人物。买了个经典的45度角闪到腰 pose， 途中发生一点小意外，之后他们就和 Andre 碰面。他们2个见到这个元老人物超兴奋，然后 Andre 比来 Shut the fuck up, I got some statues to smash。所以说这边可以看到 Andre 用 Guild Guide 的画笔在自己的铁锤上画了加速的符号，还挺有趣的。他拿到这个能具现化图像的笔。第一个想到的是在自己的武器上加上他第一个对手 Alpha 的武器能力 ，You can say that's kinda gay， 或者只是这个能力跟铁锤搭得很好用而已 ，I don't know。之后 Guild Guide 为了拿回画笔 ，Arzon 为了守护往日的遗产，都挡在 Andre 面前。Andre 在 Arzon 的眼神中，宛如看到自己往日的同伴 Nazo， 而他刚才在摧毁他同伙的雕像。So you know, he proceeded to beat the shit out of them。我还挺喜欢这场战斗里 Guild Guide 有运用之前学到的能力，像是 Arzon 在逃离 Andre 的闪电时，他完全不受影响，因为他盔甲在和 Arksop 对战的时就正是能接地线把电击分散掉，同时还有吸收累积能量做加速的能力在。虽然这2个能力听起来有点矛盾，但我还以为这是火柴人动画，一直 Magic 别用你的科学常识反我们 ，Thanks。战斗途中 ，Guild Guide 踩到了死去的战士遗骸 ，Andre 眼睛里闪烁着血红的水滴，他开始回想起那些过往的杀戮时光 ，Drift、Steel、Tarantula、Mr. Pigs， 我不知道这是谁 ，Sorry。Frankie、Yo-Yo、Ranch、Alpha。那些在他身旁的 RHG 战士们一一离去，最后只剩他一个人。接着他便开始了摧毁 RHG 竞技场和纪念文物的旅途。即便2人联手，他们依然不是战场老手 Andre 的对手。竞技场在战斗中几乎被全毁 ，Guild Guide 被打倒在地。Andre 拔起剑后，显露出了大量的杀意。
是 Alpha 的剑，还有 Drift 的镰刀。by the way， 将剑插入了 Gildeguy 的手臂，满是血红水滴的眼珠也映照到了 Gildeguy 的眼内。但他并没有真的下杀手，就为了将竞技场剩下的基座摧毁，用铁锤飞上了天空。而这个画面也给了 Gildeguy 一个点子，他利用自己盔甲和阿总控制气流的能力，合作仿制他们偶像 Alpha 的喷射剑。之后便是一个精致上色的绚丽 finale， 在战斗的尾声 ，Gildeguy 和阿总运用着前人启发，两人绝妙搭配，成功夺走了 Andre 的铁锤。但这也让他失去了飞行能力，开始自由落体。Gildeguy 便将阿总向下抛送，而阿总全速冲上前想拯救 Andre， 而看着朝他而来的阿总 ，Andre 眼中的血色水滴也渐渐淡去。这里终于该是时候解释这个符号了。你可以解读它是对杀戮或血腥的追求，或对战斗的狂热，其实都合理。但那个形状其实是旧火柴人社群 Fluid Animations 的轮廓。那是 Stone， 也是影片中这位 Andre 的作者，还有 Alpha 的作者 Turquoise， 一同在2005年专门为火柴人社群创立的网站。RHG 正是在上面开始。Fluid Animation 依然被许多人认为是火柴人的 Golden Age， 一个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巅峰时刻。那是一个孕育了许多强者，且大家都活跃于创作的年代，直到2012年。它与 Stick Page 合并后 ，YouTube 频道和网站并关闭了，它也成了永远消逝的美好回忆。这正是一直映照在 Andre 眼里的血色水滴，也是他为什么在摧毁那些纪念那段时光的任何建筑。或许那段过于耀眼的回忆，让灰暗的现在显得格外凄凉。他不想再负担这么沉重的遗产，但在最后，他看到那些遗产，至今依旧在启发着更多像阿总一样用纯正的心追梦的人，他才终于放下，认知到那些往日时光存在的真正价值。当然，这只是猜测之一。另一个在留言区看到也挺有趣的解释 ：Andre 摧毁那些雕像是为了不让后人步上他们的脚步，一个盲目追求力量和杀戮的道路。这个道路的尽头，便是同他往日的同伙伴都付出了生命，只为留下那些传奇的战斗史诗被后人颂唱。但这真的值得吗？直到战斗的最后，他看到阿总全力冲向他，为了保护他不因坠落而死，他才意识到这些遗产也能启发像阿总这样为了保护他人而战的人。他眼中的血色水滴，那些血腥的负担也逐渐淡去。But hey, that's just a theory. A Stick Theory。最后，我想谈一下音乐的选择。这部动画搭配的音乐叫做《Rock and Dead》，剧情的主角和一个新人合作击败了一名元老级的人物。果然，轻是能更胜于蓝的。新时代的动画家会确保《Rock and Dead》，即便过了10年或20年，或许仍然还有人同我们一般看着这些火柴人便深深着迷。而这个火把将被继续传承下去。They'll make sure it's still alive。我曾陷入一个有些黑暗的日子，我并不确定我还能不能继续画动画。我从不知道这是能那么痛苦的事情，但日子再怎么折磨，当我看着这些简单的线条被赋予生命，为自己而战，我的内心依然会被点燃火花。我曾经以为我迟早会放弃火柴，因为那就只是一个幼稚的兴趣，只是为动画新手存在的一个过渡期训练，有点像中二病一样，你会长大，然后逐渐把它淡忘掉。但我错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，他们永远会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不管我从事任何形式的创作，他们都将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。因为他们已经被刻在我的灵魂里，就同无法逃离过往的 Andre， 为了追上前任的阿总，还有开辟自己道路的 Gildeguy， 也就如同这首歌的歌词所说。